虽然说 Mini LED 电视越来越多品牌在堆规格，但总有一派网友会告诉你 ，Mini LED 不能只看规格，而是要看实际表现。真的吗？的确是真的，但只说对了一半。Mini LED 电视大家主要在拼的是控光分区，控光分区越多，意味着控制光的程度可以做到越细腻。看我们的动画就很清楚了。但是有多分区只是做好的开始，没有做好控光算法，再多分区也无法发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说要看表现，不能只看规格。而作为 Mini LED 初始入场的玩家，三星 Neo QLED 就是那个规格普通，但是拥有第一梯队算法加成，年年拿下各大 Mini LED 评价榜上有名的玩家。毕竟 Mini LED 的调教需要根据不同调光场景、不同字幕大小、不同明暗比例逐场景调教。市场上有这种点对点算法的玩家不多，三星就是其一。不过说回来，今年三星没有进最顶的 4K 机种 QN95C， 所以没办法测最顶，不好玩。不如我们今天走实用取向，来测这台 QN85C， 究竟2023年的 Mini LED 入门选择表现如何？而亮点在哪呢？就在价格。从一开始发表大约77900元的售价，目前算是达到甜蜜点了。各大平台年尾促销，65寸已经做到62900元，降了15000。搭配上通路促销活动或双11，甚至也不用到双11，随便一张5%回馈的信用卡就可以做到6万有找。目前想要入门2023款三星 Mini LED 电视，最简单的选择应该就是这台。好了，究竟这台三星 QN85C 的实际表现如何？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依照惯例，先来看外观设计，但是我不废话，讲重点就好。这次我们开箱的是三星 Neo QLED 系列的 QN85C， 帮大家解释一下 ，QN 代表的就是 QLED 显色技术加 Mini LED 背光的系列，85是型号，2023款的尾号就是 C， 所以你看到 C 基本上就是2023的新机。我们今天开箱的是75寸的版本，但以 CP 值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看 QN85C 系列的甜蜜点会是65寸的版本。目前55寸价格是61900，65寸只要62900，75寸大约要12到13万左右，所以65真的是甜蜜点啊。而我们今天开箱的是900分区75这个版本。先看正面，采用主流的三窄边设计，面板本身是真的蛮窄的，不含框只有5mm， 不过含框就接近10mm 左右，底部含框大约是15mm。设计上维持三星传统，正面完全没有指示灯 ，OSD 从 Samsung logo 往下摸就可以找到一颗按钮，但就是基本功能，还是遥控器才好用。立架则采用主流的至中平板底座，整个正面彻底的黑，只有边框采用银灰亮面处理，算是很容易融入家中的设计。接着翻过来，背面提供400×400的壁挂，并且 QN85C 非常薄啊，背面几乎是做平的，所以三星都有做好预留的走线设计。如果你搭配的是零间隙的壁挂架，就建议在挂上前就把 HDMI 线材等等全部接好和预留藏起来，省得之后麻烦。桌置的话就没差了。电源接孔在正面的左侧，各式讯号接孔则是在正看的右侧。由上到下分别拥有2个 USB-A 接孔、1个光纤以及总共4个 HDMI。同样作为三星传统成立项目，4个 HDMI 都是 HDMI 2.1， 直侧都可以达成 4K 120Hz 的画面输入，并且支援 VRR 可变更新率。最后还有 RJ45 网路孔。重量上，75寸含底座大约是40公斤。而在随附的遥控器部分，就是这只小巧可爱，但是同样支援太阳能充电的智慧遥控器，平常没事放在桌上就可以持续蓄电。想要快充也可以直接插底部的 USB-C， 并且充电时也可以操作，不用换电池，好评。另外，2023款三星电视的一个小亮点，就是终于加入 Bixby Lite 语音指令支援，像是你可以按住遥控器的麦克风说打开 Netflix， 打开 YouTube， 说中文也可以，像是打开迪士尼+，切换到 HDMI 1等等都可以。但是 Lite 版是无法控制智慧家居的，只能透过电视上的 SmartThings App 操作智慧家居。不过根据三星官方的资讯来看，未来是会陆续开放更多功能的，并且三星这支遥控器当然支援蓝牙连线，所以就算不对着电视，反着拿也可以控制，蓝牙就是好用啊。遥控器只是 Netflix、Prime Video、Disney Plus 3大平台的快捷键都有。接着我们就不废话，直接进到实测环节。这次实测的 Neo QLED QN85C 采用的是 VA 技术的面板，搭配上三星自家的 Mini LED 背光模组，在 Neo QLED 系列当中会是入门 Mini LED 的定位，解析度达到3840×2160，标准 4K UHD， 并且65和75寸都支援最高120Hz 的萤幕更新率。
实测 HDMI 4孔都可以达到 4K 120Hz 画面输入。显色就是三星金属量子点显色技术，就是提供更大色域覆盖的主流方案。而在 Mini LED 非常重要的处理器上，采用的是拥有20个神经网络的 Neo 4K 量子 AI 高效处理器，并且同样拥有 VDE 100%色彩空间、VDE 低延迟、VDE 护眼以及 Pantone 色彩和 Pantone 肤色的认证。而在背光上，我们测75寸的 QN85C 拥有900个 Mini LED 控光分区。那 Mini LED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快速帮大家复习一下。简单来说，采用 LCD 背光技术的电视背后都需要有光源点亮整个面板，而 Mini LED 就是目前最新最强可以把面板点亮的背光技术。Mini LED 最主要的优势在于每个灯珠的体积比传统的 LED 模组小超多。以三星自己来说 ，Mini LED 的灯珠就小了40倍，所以在同样的体积下 ，Mini LED 的电视后面就可以塞进更多的 Mini LED 小灯组，而灯珠的数量变多，看我们的动画就很清楚了。Mini LED 的背光可以分更多控光分区，那画面的明暗对比就可以呈现得更细腻，因为每个分区都可以独立精准控制亮度，还原更真实的画面表现。同时，分区控光的特性就是暗处可以独立控制关闭，让画面达成更高的静态对比。900分区大概就是入门 Mini LED 的常规规格，不算特别大的亮点。但900分区跟过往几百分区的直下式机种对比，提升还是相当有感的。再搭配上三星的控光算法，目前测下来整体的表现还是在水准上。接着来测亮度，首先来测 HDR 亮度表现。在 HDR 动态模式下，调光调整为高，在 25% 显示面积下，大约可以达到破1000尼特的峰值亮度，全萤幕亮度大约落在600尼特左右，表现如预期，就是三星入门 Mini LED 的表现。我们这边也简单测了一下，如果控光调整为标准， 25% 面积下，峰值也大约是900多尼特，近1000。并且我们测光晕，其实两个模式的控光策略差异较小，都还算 OK。我建议一般看片直接选高这个选项即可。并且我们也实测 QN85C 这台在黑底画面下的光晕控制 OK。这边也实测几种场景，例如像是这种主体很明确的场景，那 QN85C 就会竭尽所能的积极调光，即使像是这种 QN85C 也还是积极调光。但若是遇到大面的分离物体、文字或是烟火的场景，那策略就是三星一贯的开微背光的做法，也就是透过开启微微的背光，让你感受不到 Mini LED 调光下的光晕，算是复杂场景的主流做法。透过这样的方式，当你在正面，然后有一定距离的正常观赏角度下，接着影片播起来，你同样可以感受到高对比。开微背光是很容易骗过你做到无感光晕的，除非我们关灯。这边也提供黑底白字正面与侧面光晕的表现让大家参考。另外，三星的传统优势在灰底白字下的光晕控制依旧不错，并且灰阶和均匀度也还 OK。毕竟是 Neo QLED 系列，就算是入门款也还是有一定的水准。我们这边也放一段快速移动的白圈和移动的方块测试，让大家参考控光。在白圈快速移动之下，会有比较明显的 Mini LED 开光痕迹。75寸还是要破1000分区以上才会比较游刃有余，大概就是日常够用的表现。QN85C 目前主个指标测出来表现都达标，就是稳稳的入门 Mini LED 表现，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但也没有失分。破1000区分区或是2到3000甚至3、4000尼特这种顶级表现，以三星来说，就会是 QN90C、QN95C 或是 8K 系列 QN900C 的战场。QN85C 大约就是900区1000尼特左右的表现。而在显色表现上 ，QN85C 同样提供了三星近年都会给的5种显示模式，我们也不偷懒，5种都帮大家把结果测出来了。所有模式都朝向讨好眼球调教。以动态模式来说 ，QN85C 可以达到 99% sRGB、81% 的 NTSC、86% 的 Adobe RGB 以及 91% 的 DCI-P3。不过在动态模式下，预设的 CCT 已经来到了12000K， 非常冷白。不过不否认，很多喜欢冷白鲜艳色彩的朋友，这个模式其实就是经典的讨好眼球，蛮多人喜欢，因为的确饱和好看啊。但代表色准的 Delta E 值在这边已经飙破了27，大家应该还记得吧？追求色准的话，我们希望这个数字是可以达到小于2的表现。没错，作为眼睛早就被专业萤幕和校色追求色准所养坏的我们，这个 Delta E 肯定是不给过的。所以我们继续往下测。
三星其实也已经把准的设定藏在设定里了。以标准模式为例，我们只要把色准从标准调整为暖2，这时候 CCT 就会回到相对接近 D65 的 6700K， 并且 Delta E 这时候也达到小于2，回到 1.9 的好表现。我们也实测，包括标准、环保、电影、Filmmaker Mode 4个选项调整为暖2后，都可以让色准回到小于2的优良表现。不过，如果你想要追求最准，那就是选电影模式，然后同样设定为暖2，就可以达到我们测出来最低的 Delta E 1.7的表现。所以，就如我们先前跟大家聊过的，电视在2023越来越个人化，模式的选择我觉得没有好坏，所以你选你喜欢的调教风格绝对没错。毕竟大多数品牌的预设模式就是给出一套你觉得好看的调教嘛。但同时，如果你想要原汁原味看到导演想呈现的画面，那也完全正确。三星 Q185C 也把这个准的选项放在系统里面了。此外，虽然 Q185C 采用的是 VA， 不过三星在可视角上的表现依旧不错，一部分也与内部的云光层有关。所以侧看除了 Mini LED 的 Halo 会比较明显之外，浅色的影响则相对较小。不过 Q185C 这台就没有上旧级黑面板的光源吸收涂层，就是基本的抗反射处理而已。而在 HDR 部分 ，Q185C 同样是标准三星的支援，提供 HLG、HDR10、HDR10 Plus Adaptive 以及 HDR10 Plus Gaming 4种格式。作为 HDR10 开放标准的玩家，三星还是没有加入 Dolby Vision 阵营。我们也实测，在 YouTube 当中可以成功点灯 HDR。Netflix 同样有 HDR， 并且可以透过内建喇叭点灯 Dolby Atmos。Disney Plus 可以点灯 HDR10 以及 Dolby Atmos。Prime Video 则可以点灯 HDR10 Plus， 也有 Dolby Atmos。同时 Q185C 也支援动态补偿，官方称为画面清晰。同样放一段测试画面让大家参考。可以看到，开启前左边这边是稍微有点残影模糊的，而开启后就清晰流畅。三星的算法稳定度也 OK， 一般影集都可以开启。目前测下来，动作片撕裂的状况也并不多。当然，电影迷就建议自主关闭啦。纯粹的24 FPS 还是最自然的动态模糊。另外，作为三星 Neo QLED 系列的亲儿子 ，Q185C 也拥有从高阶旗舰血脉相传的技术，包括立体景深强化技术。简单说，就是 AI 处理器会自动判断画面的主体，然后将背景与主体分离，进行针对性的最佳化，让主体在视觉上更加立体。另外 ，Q185C 也支援 AI HDR Remastering。简单来说，就是系统会将传统的 SDR 影像透过 AI 自动转换生成 HDR 的预测影像，提供更加明确的明暗呈现。在设定选单里开启这个选项就是了。接着，我想特别聊一下 Q185C 的内建喇叭。三星这一次在 Q185C 上搭载了 2.2.2， 总共60瓦的喇叭阵列。最特别的地方是，这组内建喇叭就直接支援了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这也是为什么前面测试的时候就有提到 Netflix、Disney Plus、Prime Video 透过内建喇叭就可以点灯，并且 Q185C 这组60瓦的阵列既然支援天空声道，所以整体的环绕以内建喇叭来说还算不错，低频也够用。当然，如果你比较在意声音表现的话，搭个 Soundbar 还是简单有效的提升方法。音效支援上 ，Q185C 支援 eARC， 在 HDMI 3的位置。另外，三星电视如果搭配的是三星的 Soundbar， 就可以开启官方叫做魔幻音场的功能。简单来说，魔幻音场可以让三星电视的喇叭和三星 Soundbar 的所有喇叭共同串联运作的技术。这样的好处有2个，一来是 Neo QLED 系列电视内建的喇叭阵列并不差，过往一般的电视插 Soundbar， 电视内建喇叭就只能静音，不拿来利用有点可惜。第二，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感的，因为 Soundbar 的位置通常放在电视下方，所以声音难免会有从下面来的感觉。高阶的虽然会有特别调教，比较不会有这种感受，但魔幻音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就更直接有效了。因为喇叭本来就在电视上，所以在联动魔幻音场之后，你可以明显感受到人讲话的声音会变得比较靠上，更接近画面上人讲话的位置，也比较不会出戏。我们这边也实测纯内建喇叭、纯三星 Soundbar 以及三星电视搭三星 Soundbar 的3组对比，让大家参考。
最后来看智慧功能，也算是买三星电视一定要用的一大看点。毕竟你都买三星电视了，怎么可以不用内建的一大票智慧功能？可以说是该有的都有，你没想到的它也都有。Q185C 同样采用三星自家的 Tizen 作业系统，毕竟是三星自家的系统，整体的操作体验还是一贯的流畅，开机够顺，快速切换 App 也没问题。不过像是日渐肥大的 Netflix 和 Disney Plus 已经不像是当年可以秒开了，现在第一次打开也是需要几秒的时间。但在开过后，三星却让它们保留在背景，之后开启的速度都还算快了。界面上同样是新版有首页版本的操作界面，会比较接近大家熟悉的 Android TV。而在智慧功能上 ，Q185C 该有的全部都有。手机连接上 ，Android 这边可以使用 Chromecast 进行投放，像是 YouTube、Netflix 都可以直接按下 Chromecast 投放按钮，直接投到电视上。如果要让整个手机投影到电视上也 OK， 三星直接点这个 Smart View 就可以投放，并且 Smart View 搭三星电视最好用的就在这里，它会自动帮你把画面调整成电视的尺寸，所以不会有黑边。而且更好用的地方来了，不只可以投放，你可以直接打开 Multi View 多重视窗这个功能，你就可以左边继续看你的电视，看 YouTube、看 Netflix， 右边就是投放手机的画面，一个萤幕多个画面来源，毕竟有75寸的画面嘛，分割后两个画面也都还够大。而在 iOS 这边，三星电视直接内建了 AirPlay 2， 所以苹果的 iPhone、iPad、Mac 都可以直接无线投放。另外 Windows 笔电也可以透过电视上的 Workspace 这个 App， 照着设定就可以无线投放电脑画面到电视上。支援 Samsung DeX 的装置也可以直接开启无线 DeX， 让手机变成电脑。甚至你可以直接把滑鼠键盘接上电视，透过内建浏览器就可以完成 Microsoft 365的 Office 文件编辑。反正就是那句话，该有的都有了。而在电脑和游戏机的连接体验上 ，Q185C 支援 FreeSync Premium Pro、HDR10 Plus、HDR10 Plus Gaming、HGIG 以及 AOLM。先来测 Windows， 实测4个 HDMI 孔位都可以成功开启 4K 120Hz 以及触发 VRR 可变更新率。我们也实测了游戏机的支援状况 ，PS5 的支援非常单纯，主要就是看是不是可以支援 4K 120Hz、VRR 以及 AOLM。这边实测3个都有，过关。接着看比较复杂的 Xbox Series X， 最重要的 4K 120Hz 点灯成功，也可以正常触发 HDR10， 不过没有 Dolby Vision， 所以没有打勾。在视讯模式里同样没有 Dolby Vision， 但是有 ALLM 自动低延值以及 VRR 可变更新率，并且 Q185C 同样拥有内建的游戏模式以及游戏工具列，长按播放键就可以开启。除了可以快速调整显示模式外，接上 PC 后也可以调整显示比例，像是21:9或是32:9。接着还有迷你地图缩放，简单说就是把地图放大，放在你想要的位置，这样看小地图会更容易。另外也可以开启虚拟瞄准点，在荧幕上贴准星已经过时了。下面也会有即时资讯显示，像是连接 PS5 的时候，我们先随便开个蜘蛛人 Miles 好了，工具列就可以直接看到目前的 FPS 帧数在跳动，是否有触发 HDR， 以及 VRR 是否正常启用。那这边2个都有。而如果是走 FreeSync 的 Xbox Series X， 连接后也会直接跳出 FreeSync Premium 的标示。节目来到了尾声，整体来说 Q185C 目前最大的亮点就是价位来到了相对甜蜜点，并且在功能上就是三星电视嘛，该有的智慧功能、投放、连接、游戏工具列、多重视窗等等等等，全部都没有少，并且内建喇叭表现也不错，直接可以点灯 Dolby Atmos， 而搭配上自家 Soundbar 则可以进一步开启魔幻音场。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看到电视基础表现 ，Q185C 的整体大概就是主流品牌入门 Mini LED 的常规表现，控光分区没有破千算是可惜，在快速移动物体的控光策略上相对受限。但说回来 ，Q185C 我觉得可惜的地方有2个。第一，这台没有三星招牌的救急黑面板。第二，虽然控光表现不错，但亮度依旧维持在入门的峰值1000尼特，全白画面近600尼特。虽然破1000是绝对够用的啦，但如果看到更高一阶的 QN90C， 有着可以冲破2000尼特到顶的表现，那还是挺诱人的。总之有预算的话 ，Mini LED 霸主推出的 QN90C、95C、8K 系列的 QN900C 这种等级旗舰还是很强。但预算有限的话 ，Q185C 就是一台虽然中规中矩，但没有明显输的入门 Mini LED 定位。最大的亮点就是前面提到了，现在的价位至少来到甜蜜点了。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数据实测节目，现在就订阅帮你支持我们。
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团队没有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